欢迎回来，各位爱思考的妈咪们。在这个 video 里，我要回答一个每一个妈咪都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我 baby 现在的体重会影响他一辈子的体型吗？有些妈咪会担心，我的 baby 一直这么瘦，会不会长大后也会看起来营养不良、长不高、体弱多病？有些妈咪则担心，我的 baby 现在这么胖，会不会长大后就变成肥胖儿童，得糖尿病，或者被人嘲笑是肥仔肥妹？那这些担心的背后，其实是同一个焦虑，就是婴儿时期的体重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吗？今天我要用研究数据和真实案例来回答这个问题，而答案会让你松一口气。那先让我分享一些发现，这些数据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那这些数据呢，主要是来自 Dr. Jack Newman 40多年的临床观察，而不是大规模的长期追踪研究。为什么？那因为这一方面的大规模研究其实并不多。但是 Dr. Jack Newman 作为儿科医生和国际认证泌乳顾问，在他的诊所看过成千上万的纯母乳 baby， 这些临床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观察是关于纯母乳、全母乳宝宝的 OK？Dr. Jack Newman 在他的诊所长期跟踪纯母乳喂养的 baby， 从婴儿期到童年期的变化。他发现了什么？第一个发现就是大部分1岁时很胖的母乳宝宝，到了幼儿期体重都正常了。那不是说全部，但是大部分，他们不是一辈子都胖。第二个发现是大部分1岁时很瘦的母乳宝宝，到了幼儿期体重也正常了，他们不是一辈子都瘦。第三个发现，这个最重要对于纯母乳宝宝来说，婴儿时期的百分位 percentile 是一个很差的预测指标。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看母乳宝宝1岁时在第3百分位还是第97百分位，你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去预测他5岁的时候会在哪一个百分位。Dr. Jack Newman 在书里面是这样子说的，原文是：虽然有一些纯母乳宝宝在哺乳期间增重非常快，快到令人担心的程度，但是他们长大后往往会自然瘦下来。为什么这个结果会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告诉我们，胖宝宝等于胖小孩，瘦宝宝等于瘦小孩。但是针对纯母乳宝宝的临床观察告诉我们，这个是错的。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对比配方奶宝宝的体重轨迹和母乳宝宝是不一样的。配方奶宝宝如果一直很胖，比较可能继续胖下去，但是母乳宝宝不是这样。母乳宝宝的身体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孩子后来的体型呢？我们待会会讲，但首先让我们深入看看另一些让医生担心的 baby， 就是米其林宝宝。什么是米其林宝宝？就是那些肉嘟嘟、胖嘟嘟，一圈一圈像米其林轮胎广告里面那个吉祥物嘞。他手臂有3-4层肉，然后大腿也是一节节好像莲藕这样子，那个脸蛋也是圆的像包子。这些 baby 呢，或许会让一些医生感到紧张。医生可能会说什么呢？你的 baby 太胖了，在97百分位以上，这个不正常。那你要控制他的体重，不然长大会变成肥胖儿童。你要停止喂夜奶，减少哺乳次数，开始给他喝水。6个月以后不要再给太多奶，要赶快加辅食，要不然会养成坏习惯。为什么医生会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儿童肥胖流行病 epidemic， 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这一些疾病越来越多出现在小孩的身上。所以医生看到胖宝宝就会想，我要阻止这个 baby 变成肥胖儿童。但是医生或许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是母乳宝宝，
他们把儿童肥胖的担心错误的套用在纯母乳宝宝身上。无论是医生还是妈咪都需要明白这一点，你无法过度喂养 overfeed 一个全亲喂的纯母乳宝宝。为什么？因为在亲喂的情况下，母乳宝宝会自己控制摄入量 OK， 他们喝到饱了就会停下来，他们不会被强迫喝完一瓶奶，他们的身体知道需要多少。如果你是瓶喂母乳的怎么样？在瓶喂母乳的情况下，你要用奶流速度最慢，就是最小号的那个奶嘴头，然后要用控制速度瓶喂的方法。 OK，Dr. Jack Newman 他在书里面分享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有一个 baby 出生的时候 4.32 kg， 已经算大宝宝了，到了10周大的时候，体重已经达到 9.1 kg。 这是什么概念？生长曲线在98百分位线以上，远远超过正常范围。医生通常会怎么说？这个 baby 太胖了，要减少哺乳，要控制他的饮食，给他 diet。 但是这个 baby 的妈咪他就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明智的医生。他的医生说，继续做你在做的， baby 很健康，不需要改变任何事。那么这一个米其林宝宝后来怎么样了？到了2岁，这个 baby 的体重是 13.6 kg。 还记得他10周大的时候是多少吗？9 kg。 OK， 10个星期大的时候是9 kg， 2岁就是 13.6 kg。 就是说他几乎没有增加多少体重，但是他长高了很多，他变成了一个正常体重、健康活泼的2岁小孩。这就是米其林宝宝的真实故事。他们不是一辈子都胖，他们只是在第1年囤积了很多的燃料，为接下来的活动爆发期做准备。 Dr. Jack Newman 说，他们在诊所看到的纯母乳胖宝宝，大部分到了幼儿期都会自然的瘦下来，不需要节食，不需要控制，不需要停止夜奶，他们的身体会自己调整。那即使刚才我告诉你们米其林宝宝会自然瘦下来，我知道很多妈咪还是会面对医生的压力。医生可能会要你给 baby 减肥，停止喂夜奶，给 baby 喝水取代奶，或者提早加副食品，还要限制哺乳的次数。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 Dr. Jack Newman 他认为这些建议全部都是错的，而且有害。为什么有害？Dr. Jack Newman 他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医生告诉妈咪，你的5个月的 baby 太胖了，要停止喂夜奶，给水代替。 baby 会怎么样？ baby 不要水， baby 要的是妈咪的奶，妈咪的怀抱，妈咪的温暖，妈咪的安抚。 Dr. Jack Newman 说，给 baby 水只会导致一个无法安抚的哭泣宝宝， inconsolable crying baby。 另外一个案例，一个医生说8个星期大的 baby 太胖，要拉开哺乳的间隔 spacing out the feeds， 他说，但是 baby 会一直哭，直到妈咪喂他为止。这些干预不只是没有用，还会破坏你们母子之间的哺乳关系，增加妈咪的压力，让 baby 更加不安，更加难安抚。其实答案很简单，什么都不要做，继续按照需求去喂母乳。纯母乳宝宝会自己调节，他们的身体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长胖，什么时候需要瘦下来。你的工作不是去控制他们的体重，而是继续提供营养，提供爱，还有回应他们的需求。至于具体应该怎么样跟你的医生对话，怎样去应对这些压力，我会在下一个 video 讨论。看了这个 video， 你要记住的是，纯母乳宝宝是不需要减肥的，也不可能被过度喂养。OK，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群 baby， 就是那些一直很瘦、很轻，在低百分位 percentile 的 baby。这些 baby 的妈咪也会听到很多让人焦虑的话。你的 baby 太瘦了，母乳 baby 不是应该白白胖胖的吗？是不是你的奶不够营养？应該要加配方奶啦。哇，你 BB 咁奀㗎，你睇人哋嘅 BB 比你個細幾個月，
睇起嚟仲大隻啊，尤其是过年过节，亲戚聚会最怕就是在这一些场合被指指点点，对吗？让我分享一些真相。第一，有些 baby 天生就是精瘦的体型，记得上一集提到的那一个4个月半的 baby 吗？他的体重 5.95 kg 被医生说太轻，的确是很轻，但是他的身长就是身高69 cm， 在身长的生长曲线图表里面是在90百分位以上。这个 baby 他不是营养不良，他是长高不长胖类型的 baby， 他的基因可能就是设定为 tall and lean， 高而瘦。如果你看他的父母，可能他的爹地妈咪都是瘦高型的人，这个就是遗传。然后第二，精瘦不代表不健康，只要 baby 他沿着自己的生长曲线稳定的成长，精神良好，大小便正常，有学会新的技能，那么他就是健康的。Dr. Jack Newman 在书里面提到有很多案例，那些一直在15百分位、20百分位的 baby， 长大后成为健康、活泼，甚至很有运动天分的孩子。有些孩子天生就是瘦瘦的，精力充沛的，到处跑跳的，这个是他们的体质，不是问题。第三，强迫喂养反而有害。如果你因为担心 baby 太瘦而开始强迫喂养，加不必要的配方奶，每次喂奶都很紧张，这反而会造成问题。baby 会感受到你的焦虑，可能会开始抗拒哺乳，你们的哺乳关系就会变得紧张。而且配方奶并不会让基因决定的瘦 baby 忽然间变胖， OK， 配方奶不能改变基因。那么那些精瘦 baby 后来怎么样了？大部分也是正常体重，有些会一直保持着精瘦的体型，但这是健康的瘦，不是营养不良那一种瘦。他们会找到自己基因设定的体型，可能比同年龄的人瘦一点，但是完全健康，活力充沛。好，现在你知道了婴儿时期的体重不能预测未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孩子后来的体型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遗传基因，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你看看父母，看看祖父母的体型，你就大概知道孩子未来的体型了。高瘦的父母大概率生出高瘦的孩子，矮壮的父母大概率生出矮壮的孩子。这个不是100%，但是遗传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你和你的伴侣都是瘦小的体型，你的 baby 在15百分位，这很可能就是 DNA， 未必是母乳不够。如果你们都是比较壮实的体型，你的 baby 在85百分位，这也很可能是 DNA， 不是你喂太多。然后第二个因素，活动量和气质，有些 baby 就是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他们是活动派，翻身很早，爬得很快，坐不住，到处探索。这些 baby 通常比较精瘦，因为他们把能量都用在动上面。有些 baby 天生就是观察派，他们比较安静，他们喜欢看，喜欢思考，动作发展会比较慢。这些 baby 可能会比较壮实一些，这个是气质，是天生的个性，不是问题。然后第三个因素，辅食和家庭饮食模式。注意，我说的是辅食阶段之后，不是婴儿期哈。婴儿期的体重主要是基因和母乳，你控制不了。但是到了吃副食品的阶段，食物的质量就开始重要了。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去控制量，而是提供高质量的食物，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不要用食物来奖励或者惩罚。第四个因素，家庭对食物的态度。如果家里对体重很焦虑，一直讨论你太胖了，你要减肥，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这个反而会导致孩子对食物有不健康的关系。如果家里的态度是轻松的、健康的，会尊重孩子的饥饿和饱足信号，孩子长大后更可能有健康的体型和饮食习惯。OK， 什么不能预测未来的体型？
就是 baby 在婴儿时期在第几的百分位，还有是母乳还是配方奶喂养，然后第6个月大的时候是胖或者瘦，然后1岁的时候他的体型，这些都不是好的预测指标。Dr. Jack Newman 还有一个亲身经历的极端案例，我想分享一下，用来说明我们刚才讲的原则。有一个7个月大的 baby 被带到多伦多病童医院的急诊室，因为他有轻微的呼吸困难。这个 baby 的体重是 22.7 公斤，你们知道这个是多重吗？这个 baby 7个月大，比2包米还重，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体重，医生们都震惊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医院威胁这位妈妈说，如果她不停止那么频繁的喂母乳，他们会通报儿童保护服务。那妈咪每天哺乳10到12次，医生说这个太频繁了，会导致 baby 过度肥胖。但是这位妈咪她没有停，她继续做她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按照需求哺乳。3年后 Dr. Jack Newman 在一个国际母乳会议上再一次见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样了？他的身高比同年龄的孩子高一些，但是不是异常的高。他的体重是他身高的平均体重。他是一个完全正常、健康、活泼的3岁小孩。Dr. Jack Newman 说，这个案例的教训是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符合同一个标准。OK， 不是每个人都 fit into the same box， 人是有差异的。当你试图把每个人都挤进同一个盒子里 squeeze into the same box， 会让父母焦虑，甚至导致一些人停止喂母乳。纯母乳宝宝应该自己控制什么时候吃，吃多少。Dr. Jack Newman 说，多年后他还是对这位妈咪和孩子被这样子对待感到震惊。那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baby 体重的真相。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下一次你去诊所，如果医生又说你的 baby 太胖，需要减少哺乳，或者太瘦，需要加配方奶，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怎么说？你要怎样保护你的哺乳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谈的。我会给你具体的对话策略、准备清单，还有应对的技巧，让你可以自信的面对医生的压力。记住，你已经学会了生长曲线怎么看，你知道了什么是正常的成长模式，你也知道了婴儿体重不能预测未来。现在你需要学会如何保护这一些知识，如何在真实世界中应用。如果你需要专业的支持，欢迎报名恩姑姑的线上哺乳课程，或者预约 Zoom 的1对1哺乳咨询。我是丽丽，我们下一个 video 见。